其实我们也只见过一次面，是在当时谁的那个 party， 是那个 Ken 长和那个的吧？啊，对，他的 birthday party， 然后我们也是在你秋梅，对，所以当时我们也只是就是突然撞到而已。然后你很热情，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就是一开始都是不是自来熟，对，不是自来熟的那种，在这边完全没有中国的朋友。哦，真的0个。你个西餐妹。我真的不是西餐妹，其实我是没有在这边上过学。啊，你是在美国上的学吧？对，所以说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如果来这边上学的话，还是可以认识到很多人的嘛，就是留学生这个群体啊之类的。对，但是其实我真正的留学生圈子的话，跟他们又完全不一样，就是没有这种 gay 的朋友，然后都是就是 straight 比较多 ，long gay 比较多。可是我们中国人的gay 来这边留学的人也很多啊。就是我觉得太多就是 drama 了，有的时候。那他们就会互相 date each other 这样子。对，也有一点，然后觉得有点就是怎么讲呢 ？community 閉じこもるみたいな感じ，一个 closed community 的感觉给我。我不太喜欢这种就是完全把自己限定在我只跟中国人玩，或我只跟外国人玩这种就是比较特化的群体里面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干杯！ Cheers！ 我们要这样子，晶晶。哦，这个好好喝，超好喝。你要再长久待在日本？我最近其实想法在开始变，因为我觉得开始工作了过后，真正日本职场的一个就是工作模式什么的，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有一点就是出入矛盾的地方，所以我在想。就有机会的话，想要往欧美走之类的，因为我不像你，我没有欧美留学经验，所以你英文说这么好，我英文就是吃西餐吃出来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so fancy。すごい。はい。でももう大丈夫です。マスクケースですよ。哦，这个。知らなかった。看一下。ナプキンかなと思って。気をつけてね。OK。会唱歌，还会写字。对因为我个人其实已经对父母出柜了的，然后你是独生子女吗？独生子。我也是独生子女。对啊。对你什么时候跟你父母出柜？大概22左右吧，22、23。那挺早的呀，那就是大概现在5年前。对，因为当时谈了那个男朋友，然后也有了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可能是那个 timing 给父母讲了吧。就是大家也经历了蛮多了，我觉得是时候让父母知道就可以结婚真正的自己的，也不是结婚生子，就是父母国内的父母总是会问嘛，就是问有没有谈女朋友啊，有没有怎么样之类的。然后你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同时也为了就是 share 你这部分怎么讲呢，快乐的生活给你的父母的话，你会想要告诉他们真相。所以说当时就是说你觉得也。让爸妈也会就是逼问，就是日常的逼问，说你怎么还没有女朋友啊？就是谁的爸妈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你这么帅，怎么从来没有碰过女人啊？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我18岁的时候，我爸妈就一直叫我去相亲这样。我爸妈也就是问关于谁是不是喜欢你啊？你们2个经常在一起玩，怎么样之类的。都是我的好姐妹。对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在房间里面都是跳舞。就是其实我跟我爸妈出柜之后，他们还会叫我去和别人结婚。我以为是当时和我那个男朋友同居，日本的那个 OK。我妈来看我，然后对，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什么说到小时候的事情啊，说什么他和我爸怎么爱我啊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控制不住就哭了。道德绑架。对，然后开始了。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跟我住在一起一个人不是跟我 share 的，对吧？就是不是我的室友，这是我的男友。然后我妈妈就说我其实看他的眼神，我就有点。看出来了，就是那个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了。我爸整天逼我，到现在为止还会叫我跟我说，你不然就结婚吧，这样子。所以你爸妈不会逼你？我妈现在慢慢开始接受一点点了。回了趟国，然后回了四川，当时我妈的老家。どうもございます。これ入れて3分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はい。じゃあこれ使います。回去了过后，我们也有一次这种聊天，然后我妈也是哭的昏天黑地的，然后就聊到关于我这些有的没有问题嘛，然后尽量的给她一些就是正面积极的报道，因为家长的话得知这些信息，他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然后他自己会运用网络去查一些有的没东西，但他输入的那个关键词的话，往往都是负面的，往他的那个方向去输的，对不对？
对，所以是负面的，所以他得到之后都不是，就是情报都不是特别好的情报关于这个群体，所以我尽量的就是给他灌输一些好的理想化的这个群体里面有的东西，然后试图让他接受。说难听一点就是变相洗脑呗。哎，那你爸呢？我爸其实就是看得开的，我觉得他可能更没那么像我妈那么顽固一些 ，maybe。我靠，我妈就是接受了4年都觉得好像不是，就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也在查，但是有一点不好的我其实没有像你做的这么多，就是说是还去教他们怎么查这些信息啊之类的。你需要一个引导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双方的过程，需要一个沟通。你给他们的收获更多，你给他们传导更多这种正面积极的内容更多的话，他会慢慢觉得好像这样也没有什么不 OK 的。但是我和我爸妈就是聊2句，就说那你要不就结婚嘛，反正你有这么不幸福，生个孩子呗，以后多好啊！我就马上就变得很烦，然后我就要挂电话了，我就说不要，我不说了。这种时候其实你不要烦，你要告诉他们，其实结婚并不代表幸福。就是幸福的定义，你首先要去定义它。然后做别人都做的事情，并不代表你幸福。然后我经常会引用，就是我选择出国留学，我选择就是和我妈妈他们圈子里面的一些阿姨，就是3姑4姨的孩子们选择了不同的路。然后我会反问我父母，你觉得你为这样的我感到骄傲吗？如果你觉得骄傲的话，那变得不一样有什么就是不 OK 的呢？然后我妈妈就会慢慢去反思这些方面事情，好像也没有病，没有说 OK。其实我爸妈也是这样，他们有时候会有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比较开放，但他们就是去见什么3姑4姨啊，会这样，然后看到别人去参加别人的结婚典礼啦，别人还是又生小孩子啦，就是会有这种就是来来回回的这个反应。他们有时候也想得开，然后但是一被外界给刺激到啦，又要和什么别人进行攀比啊之类的，就会又回到原来那个不能接受的状态。可能我觉得我妈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她牺牲了这一部分，就是她选择和以前她那些比较顽固、比较就是 old fashion 的那些圈子们，说拜拜的阿姨们说，对，说再见了，没有就再过多的接触和来往了，所以这点我觉得她牺牲蛮多的。为我的话，算是在日本的话，你都是职场啊什么都是 out 吗？还是职场？因为是一个叫什么 bench startup，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们。但是其实有人已经就是慢慢的察觉出来了，在 Grindr 上找到你了吗？没有，还是没有察觉出来了，女性员工。可是我觉得你怎么看都像个可爱的直男，就小小的。因为就是说实话，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还是比较喜欢 manly 的，对不对？有，对啊，在日本有，不是在日本，在哪里都有，在国内也是，在外国也是。就可能是我自己的认知啊，因为我是这种比较，我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比较 C 的那种人。我也是。我觉得我在无意识中的就是压抑自己，就觉得说好像不 C 的话会比较有人气一点。是你的 strategy。不是我的，就是我会有无意识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受到的这教育就是做自己啊，对不对？就是还是就做真正的自己就好。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受到这些外界的影响，就是说还是想要变得有人气一点啊，变 popular 一点。对，肯定啊，每个人都想，没有人想被恨吧。而且我觉得让我就是比较惊讶的，就是你真的是很有认真的在 work out。是因为其实我最开始 work out 是因为买衣服太难买了，就是我喜欢的有些牌子，他们的最小的 size 对我来说都有点大，我特别想穿它们，所以我要把自己练壮一点。后来开始真正的把健身变成一个习惯了过后，它就更偏向于一个就是 daily routine， 然后它可以让我叫什么放松、缓解压力这些各方面效果都有，所以真的会有一种就是舒服的感觉，会舒服很多。因为你真的很大只啊，就是你脱光衣服之后，就是你穿的衣服看不显，就是看不出来嘛，因为骨架比较小啊，对不对？对，我骨架小。如果你脱的话，就是哇哦！我是从小到大就是体育课什么的，我是坐在树下和女生聊天的那种人。我也是啊，真的吗？我高中体育老师和我妈是高中同学，所以他每次都会骂我，因为他要跟我妈悄悄打我的小报告嘛。你们还有体育课啊？我们的体育课都变成数学课了。当时我们高中还是有的。我们有体育课，就是虽然经常被数学老师对占成模拟试验啊之类的。撒由那拉。